大家好，又是我是黄磊花。新的这一集呢，我本来是想要在室内拍的，然后今天呢，因为天气太好了，我想先带着大家来看看今天的海边，在这里拍开场，然后呢，再转为室内拍摄。那天看了 Andy 介绍他的拍摄方法，还有剪辑，我想 YouTuber 这条路没有捷径，连那州这么大咖的都要自己来，然后亲力亲为，做这一行真的很累。我不知道我还要做这一行吗？是啦，我是没有，我现在都没有粉丝的鼓励，然后烧自己的钱，烧自己的。我到晚年之后呢，我到中老年之后呢，其实我话变得很少，所以我也不适合拍谈话性的内容的影片。可是你要我去吃播吗？我去介绍美食，我也是意兴阑珊。其实之前呢，我在拍短影音的时候，我就有发现，我上传短影音在 YT 上的时候呢，我不露脸的流量还比我露脸的流量还高。简单一句呢，我都是够人玩啊。所以喽，我是打算放弃了啦。
这 YT 也是没有什么好训练的啊，因为我离他盈利的目标还差得远，差了108000里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心烦的时候呢，想来海边找答案？头发长还是有个好处，你看可以遮阳哎。从现在开始呢，我要用配音的方式，因为这样我讲话会比较顺。我现在要开始讲整个故事的开始。2025年的7月底的一个星期五，一早凌晨6点，我早早起床，因为我跟我表妹有约，她要来我家中帮我说服我母亲去医院门诊。这事前的前一天，我已帮我母亲在神经内科已成功预约挂号，约早上的看诊。但是一切都没有照着计划去走，最后演变成我拨打电话到119，我母亲被强制送医，搭着救护车，将她送进了精神科精神病房，被院方严格管制。简单说，就是被关了起来。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到现在我也还在慢慢从惊吓中慢慢整理着惨烈的记忆。我的母亲不识字，前几年在她80岁也因为跌倒住院开脑部手术，当时也是拖了好久，真的好炉，前后光是要把她拉去就医，还空跑了一趟外县市的大医院，花了近2个多月的时间，最后是她连简单的走路都失去了平衡感，无法走一直线，才自觉该要去看医生了。就更不用提5年前的大肠癌，那更夸张，竟可以无知到这种程度。而那也是我再也无法去爱他，他早已把我对他的爱消磨殆尽。回到那天的清晨，我比平常更早起，我怕我母亲起床后呢会往外跑。让人意外的是，她没有往外跑，而是关在房间里打了近100通电话，无端骚扰她远在北部的大孙子。对方没挂她电话，而是我母亲在电话接通后讲1、2句就把电话挂掉，然后她再接续着打。
这大孙子被吓坏了，赶紧跟我联系，一定要到这种程度，一定要让他的儿子有被折磨到，一定要到最惨烈、最惊悚、最无路可退，他才要被送医。话说回来，我为什么要接受剪辑老师的建议去拍时事评论呢？我叛逆了一辈子，更不可能要我在都要踏进棺材前的近花甲之年的年纪，还在妥协与适应这个永远跟我格格不入的人类社会。网红会红，除了努力与准备之外，还有一个不可控制的人不能所为的，那就是运气。所以咯，不管我怎么做，我只能就尽人事听天命，就拍10集，就拍10集。如果10集后以樊梨花之名不能再造浩瀚的 YT 大海，激不起一丝涟漪，我甘拜下风，离开退隐这个让我不属于我的地方。再到那一天救护车来的那个清晨，我先尝试让当地的警方能帮我强制送医我的母亲，显然的不太行。之后我还是不来迂回站了，便直接叫了救护车。接下来，我是理智线断掉的不孝子。我的母亲在救护人员到她的房间后不到2分钟，便终于崩溃至最高点，声嘶力竭的哭喊，她又不想中医。在一连串的强制就医动作前的认证，包含用手机连线医院里的心理行为治疗师，治疗师要我母亲执行他的指令去动作，我母亲在第2项指令时便没有过关。电话院方那头就传来了一句送。我母亲听了后还是抵死不从，我跟另外一位医护人员便将她抱起，送进救护车，辗转住进了精神病房。最后有这样的母亲，我必要有强大又大颗的心脏。个性决定命运，如我母亲这般固执，病识感如此低落的情况之下，想要在晚年颐养天年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不是我这做小孩的冷血，是你这位母亲不再有同理心去理解与顾盼你的家人。